的这款阿尔西新出的模具，想必很多的玩家已经等了挺长时间了。我们今天再来开盒玩一下。盒子其实非常的小啊，这么点的一个尺寸，但这个盒子的封绘画的还是挺有感觉的。这边是玩具的实物照片，背后这里炮这么粗这么大一个炮。制品方面，一份线稿的说明书，指示还是非常详细的。配件方面的内容有带3把枪，2个握枪的动手，那2个张开的手已经装在车上了，还有一张替换面雕，带这个战斗墨镜的。车型感觉啊，这次的 NA 阿尔西应该是为了照顾到人形，所以在车型的时候，很多人在第一开始看到官图的时候就感觉这块有点高了。其实你要看车前边这半个吧，做的还不错，扁扁的窄窄的那种感觉。后边这里吧，因为变形的需要，它把腿团起来了，也确实这个小车实在是没地方藏空间了。车尾灯这个地方有上涂装，上面这个小刺刺也是上的涂装，透明的前挡风玻璃。驾驶的座位这里啊是阿尔西的2只脚，而且这个地方是有滑道的。车头这里看起来这一块的分割线有点多啊，因为这个地方的变形逻辑很多。让我在车型上面不太满意的2个点，第一个就是为了收纳这个腿部吧，其实感觉这个阿尔西的车型有点86大电影里的转轮的那个车型，就后边圆圆鼓鼓的这种感觉啊。第二个点就是下边这2条胳膊啊，其实就是靠这个球关肩膀这个球关的一个摩擦力耷拉在这儿，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找到什么卡扣，2条胳膊也就只能放在这里了，别的空间也没有地方去收纳了。所以这个胳膊设计的，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加个卡扣什么的固定一下，或者说能怎么团一下，或者撇在这脑袋的2边也行吧。我试着把2条胳膊能不能跟这么盘起来放啊，但是看这个地方前轮就着不了地了，这个地方挡得很严重啊，这已经压到最扁了，塞不下去了。往这里边搁一个，不行，这2胳膊肘又出来了，所以呢，这个脑袋又没有地方放，跟这么看像不像 FC 时代那个超级魂斗罗的最终 BOSS？ 也是这儿有一张美女脸啊，上面好像叫什么叫阴兽是吧？这样貌似也不行。总的来说就差了那么一点点的空间，就是塞不进去。其实这块的空间得想办法怎么利用一下，能不能把胳膊放进去，那就好看了。现在嘛，就手耷拉在2边，一个是暴露的不好看啊，第二个没有卡扣，它不固定。官方那个 MP 的阿尔西也是胳膊放在底盘底下，连个卡扣都没有，就放在那儿。NA 这好的不学呢，你别学官方这个呀。来，首先变形的第一步，我们要把后边白色的盖子中间的2个卡扣分开，左右拉到2边，就看到了2个脚板插在后腰子上。我们从这里边抽出来，腰中间有一个凹槽，它是塞脚尖的。接着把这个脚尖稍微的滑动搓一下，搓回去，这下方有一个滑道啊。把脚踝旋转180度，扭到这一面来，双段关节立起来。好，这2条腿就变出来了。接着分开这2个胳膊，往起抬一抬，腾开空间，我们直接把这个弯腰关节折叠下来，放成这样。然后打开左右2边中间的卡扣，把这卡扣折回去，大腿根部转一下。哎，这2个脚别折啊！变形完成，此时我们就得到了一个8字脚接地、站立很好的 G 形态。变到这一步有一个挺困难的操作过程，因为这一块里边有一些卡扣啊，第一次变的时候小心一些。上下这里各有一段，先抠松，把这里拉松掉，拉松以后，根据这个透明的挡风玻璃折动，边折挡风玻璃边把这2块压下去，这块要连续的操作。哎，好，其实也相当于一个
Z 字折叠，把它跟这样提起来，两段关节提起来以后，把上面的这个盖子往下压一定的角度，这边也是压下来，然后这个滑道上方提一下，错开这个位置，接着180度包过来，这里的卡扣从这个地方连接扣上，另一边也是提上来，180度旋进来，卡扣扣上，然后白色的这个盖子双段关节调一下，把它包起来。另外的一边也是提到这儿，然后把它90度立正。我试了一下，它因为这个地方的关节有2段嘛，活动的范围也挺多的，你可以这样调，可以把这个背包立成这样，但是你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它的背包就立不正了，这个夹角中间被这个轴顶到了，所以呢还是往外撇一点点，包到外侧来，挡住这个缝隙，哎，这个就可以立得很正了。背包卷成这个样子，接着拉开胯往起提屁股，这里有一个滑道，把这里捏起来，腰部立起来。上半身胸口这个地方的变形，我们先把这一块拉松，然后车头这个小胸口的地方有一个滑槽，把它往上拉一档，拉开中间的缝隙，接着头部顺出来，脖子的关节往上提，提上来以后，根据这个根部的白色零件旋转180度，这里翻转过来，然后把这一块往里卷，卷到头提上来，后边这里的卡扣连接定上，然后前方这里的胸口往后提，把胸口这个地方的卡扣再扣上，结合到位。这2个卡扣一定要把它卡进去，这样腰部才好看些。最后把脸盖下来，人形的效果看起来还不错吧。美型度方面来说吧，在身材的匀称比例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有修正的。大腿根这个地方，原先我记得在 TF 控展会上面是一个带点棕色的那个零件，这回也是换成了纯白色。但是在人形态下，让人非常不爽的一个点就是大腿上面这里有一个扣子非常的长啊，会超出来。屁股、腿、下半盘的一个腰身曲线还可以，其实下半盘那种感觉有点像 MP51的那个味道。而且背包这回做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折叠，能把那么大一个车壳子压缩成这么点的一个背包的尺寸，同时也能展现出来224本身应该有的2个类似于飞行背包的那么一个小零件吧，压缩的密度还是很大的，这点处理得很好。而且整个胸口的一个变形，看到这一款个头不算大的224这么点的一个尺寸，在这个空间里边，很小的一个尺寸空间里边，也能做到非常多零件的隐藏收纳，这一点设计的还是挺厉害的。变形的过程算是比较好玩，也算是在227这个模具上面做出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处理的效果吧，人形的时候保证的不错，就是没有兼顾到车型呀。车型最后的那个效果其实不太尽如人意。首先，头部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360度旋转，抬头也可以抬到非常高的一个距离。更换脸部替换键就直接拔下来就行了。我们把这张脸换上，其实我挺喜欢这张脸的，效果也不错。肩膀也是一个球形关节，所以活动范围什么的没有太大的问题。二头肌可以旋转，手肘可以曲臂，双关节180度，手腕360度旋转，因为是可以插拔掉的零件嘛，我们把这个手也换一下。腰部360度可以旋转，弯腰也可以折到90度，有一个独立的关节。腿部侧踢、前踢，前踢这里会稍微的阻碍到一点点，差不多可以踢到45度。但是如果你还想往平踢呢，
这个地方胯部因为变形的需要，你可以往下拖一截，拖下来以后它就可以往前踢了。后踢也可以踢到这么30几度吧。腿部根部这里是一个球关，大腿360度可转，膝盖双关节其实是3段关节啊，因为变形的需要，小腿也可以继续往这里折，但这里不是人形的可动，这是变形的关节，这里就不要折了，可以贴到这么高吧。脚踝球形关节，小手枪握在手里的效果其实还不错啊，这么点的一个尺寸，其实拿在手里边感觉还是挺精致的。而且仔细看这个墨镜，其实里边感觉隐隐约约还有这个瞳孔的刻画，我觉着像是2个卡扣一样啊。但这里真的能看出来一个轮廓，还是挺细致的。这张脸不是那种很可爱的小女生，有种挺成熟的那种刀削御姐范儿吧，效果还不错。而且看起来偏男性化，这张脸是偏中性一些的那种美型感。但整体来说嘛，可动还是不错的，而且人形这个保证的也可以。主要是下半盘的这个曲线做得很好，可动性什么的也能保证。胸口这一块其实是要比原先的那个官方那个下垂的那个胸部做得很好的，这个角度做得特别的对。但问题就是在人形的时候暴露着一些车型没有变进去的地方，比如说背包上边多出来这个刺刺，大腿上边多出来的这个卡扣，这个都是影响美观的。其实这一款阿尔西在背包收纳这一块已经做到很好了，包括它车前边的那一节啊，都折叠团在了这么小的一个胸口的空间里边，这都是设计上挺不容易的地方，但感觉就是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如果说能把这一块收纳一下，还有大腿上这块凸出来的卡扣稍微的隐藏一下，那这款的人形将会更好看。总的来说吧， NA 这一回也是保了人形，车型确实有一点太怪了，但能保证这个人形这么好的一个美型度，应该是现在的一个主流态度了。脚底这里改了脚底的配色以后啊，这2块前边加了2个小磁铁，也是为了它站得稳定吧，应该吸得起来。这2块磁铁磁力不是特别强，但是也能吸得住。感觉在变形的逻辑上边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而且在一些处理的上边关节做的非常的多，虽然身上也用了大量的球关来保证它可动性非常好嘛，但希望如果能把人形再考虑到位，这小尖儿了小卡扣了能有一个好的收纳，那就更漂亮了。拿个 NA 的擎天柱放一块对比一下身高，不到肩头的一个位置吧，基本上在胸口这块下方的位置。这个是前几天咱们玩过吴医生和机械师联合出的那个阿尔西，这个的尺寸要比 NA 的稍微高半个头，所以这个尺寸会更大一些。而且背包看起来收纳的2个方式也不一样，虽然这2个也算是各有千秋吧，2个变形方式其实都不是按照平常咱们理解中的阿尔西来了，算是有2个不同的演绎逻辑。但是我感觉 NA 的这个腿型，包括从胯部腰部以下的这一块这个过渡，包括胸口的这个曲线，是要做的比吴医生的这一款曲线过渡要好一点的。虽然2种用了不同的收纳方式，也终于能把那个硕大的背包压缩到这么点，在一个特别小的尺寸上面能做出来这种效果，其实已经不容易了，还行吧。所以呢 NA 的这一款阿尔西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取舍之间看你注重的是哪个形态了。NA 的这个人形会更加的漂亮一些啊，各种曲线啦，包括在一个人体的形态的还原度上边，这些过渡的感觉会更棒。吴医生的这个呢，它保的一个车型的完整性很好啊。当然其实你看面雕来说的话，也能感觉到这一款好像是更可爱一些，这一款就更中性一点的味道吧。那么得，这一套 NA 的阿尔西大概就是这样了。